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有点特别，是关于一位大陆姑娘和她的台湾男友之间的故事。你们可能听过装穷这种套路，但今天这个可不是一般的装穷，而是隐藏了4年的家世背景。这个故事让我不禁想思考，在爱情中隐瞒自己的家庭背景到底算不算欺骗？如果对方是为了让你爱上真实的他，而不是他的家产，这样的做法又是否可以理解呢？这位姑娘小雅是我们婚恋平台的一位会员，前几天找我倾诉时，我听完整个经过后也是一愣一愣的。这个故事太有戏剧性了，简直像是偶像剧的情节，但现实往往比剧本更精彩。我把她的故事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，希望能给正在恋爱或者想要恋爱的朋友们一些启发。小雅今年27岁，是一位来自河北的姑娘，在上海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。4年前，她在一场展会上认识了来自台湾的阿杰。阿杰当时是台湾一家中小企业派来大陆考察市场的员工，两人因为工作上的交流而相识。丽姐，我第一次见到阿杰的时候，他穿着很普通，手机还是用了好几年的老款，完全没有那种台湾人特有的时尚感。小雅回忆道，但他特别有礼貌，说话温柔又不油腻，跟我接触过的大陆男生很不一样。阿杰比小雅大2岁，性格温和，做事踏实，两人在工作交流中渐生情愫。阿杰向小雅解释自己只是台湾一家小公司的普通职员，工资不高，但他很努力，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在大陆站稳脚跟。他每次请我吃饭都是那种200-300块的小餐馆，从来没带我去过什么高档场所。小雅说，最夸张的一次，我们约会下大雨，他舍不得打车，拉着我一起淋雨跑了2条街去坐公交。我当时还觉得他真的好节约啊，但小雅并不在意这些。对他来说，阿杰的踏实和上进心才是吸引他的地方。而且阿杰虽然穷，但很会照顾人，每次约会总会精心准备一些小惊喜，比如亲手做的小点心，或者是自己画的简单卡片。他常说他家境普通，父母是小工厂的工人，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，所以他特别能理解我的处境。小雅告诉我，说到自己的家庭，小雅的眼神黯淡下来。她出生在河北一个普通农村家庭，父亲早年因工伤失去了劳动能力，母亲一个人拉扯她和弟弟长大。童年的艰苦让小雅格外懂事，从小就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。我上大学的学费都是靠村里人凑的，所以我特别珍惜每一个学习和工作的机会。小雅说，大学毕业后，我拼命工作，不仅要养活自己，还要寄钱回家给父母和供弟弟上学。这样的成长经历让小雅对金钱和生活有着极强的危机感，也让她特别能理解和欣赏阿杰的节俭和努力。在她看来，两人是彼此的知己，都是靠自己打拼的人，彼此能够相互理解和支持。阿杰虽然是台湾人，但一点都不铺张浪费。我们在一起后，他来上海工作，租的是郊区的小房子，每天挤1个多小时地铁上班。小雅说，他常说要攒钱，将来能给我一个家。我真的被他这种责任感打动了。两人交往的第2年，阿杰在上海的工作稳定下来，薪水也有所提高，但他依然保持着节俭的生活方式，偶尔会买一些小礼物给小雅，但从来不是什么名牌。他送我的礼物都是些实用的小东西，比如保温杯、围巾之类的。最贵的一次是送了我一部2000多的手机，因为我的旧手机坏了。小雅笑着说，我当时还心疼他，觉得他肯定是攒了好久的钱。阿杰对小雅的家庭情况也很关心，每次小雅遇到家庭困难，他都会尽自己所能的帮忙。小雅弟弟上大学时缺学费，阿杰二话不说拿出了自己的积蓄。小雅父亲生病住院，阿杰请假陪他一起回老家照顾。这些举动让小雅越发确信，阿杰是真心爱她的。我们俩都不是那种看重物质的人，所以即使生活简朴，我们也很幸福。小雅说，她总是说，等我们存够了钱，就结婚买房，但现在要先努力工作。交往到第3年，两人的感情稳定发展，阿杰开始和小雅谈及未来的规划。他说希望能在上海定居，但房价太高，可能需要两人共同努力很多年。小雅完全理解并支持这个想法，
他甚至主动提出可以一起住在郊区，慢慢攒钱。我从小就没奢望过什么大富大贵，只要能有个温暖的小家，两个人一起面对生活，我就很满足了。小雅说，然而就在去年，也就是两人交往的第4年，事情出现了转机。阿杰的父亲生病了，他需要回台南老家一段时间。临行前，阿杰犹豫再三，终于鼓起勇气邀请小雅一起回台湾。他当时特别纠结的样子，我还以为他父亲的病很严重，后来才知道他是在犹豫要不要带我见家长。小雅回忆道，我当时还安慰他说，如果家里条件不好，他不用担心，我不会嫌弃的。带着忐忑的心情，小雅第一次踏上了台湾的土地。从桃园机场坐高铁到台南，一路上阿杰都显得有些紧张。小雅以为是因为见家长的压力，便一直安慰他。到了台南车站后，我以为会坐公交去他家，结果外面停着一辆奔驰，司机恭敬地喊他少爷。小雅瞪大眼睛说，我当时就懵了，以为认错人了。更让小雅震惊的是，车子开了将近半小时，最后停在了台南郊区的一座豪宅前。这哪里是什么小工人的家，分明是当地有名的富人区。进门后，一位管家模样的阿姨热情地迎接我们，屋子里的装修特别气派，完全不是阿杰描述的那种普通工人家庭。小雅说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感觉像是掉进了一个恶作剧节目里。阿杰的父亲虽然真的生病了，但并不严重，只是普通的感冒，而且他父亲不是什么工厂工人，而是当地3家工厂的老板，家里除了台南的豪宅外，还在高雄和台北都有房产。阿杰的父母特别和蔼，他们一直说很高兴终于见到我了，感谢我这几年对阿杰的照顾。小雅苦笑道，而我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，感觉自己像个小丑一样被耍了。晚上，阿杰终于向小雅坦白了一切。原来他并不是什么小公司的普通职员，而是家族企业的接班人。他大学毕业后，父亲要求他先在外面积累经验，将来才能接手家族企业。他来大陆考察市场，也是为了扩展家族生意。他说他之所以隐瞒家境，是因为之前在台湾交往的女友都是冲着他的家庭背景来的，让他很受伤，所以他想找一个真心爱他这个人，而不是爱他家产的女孩。小雅说，他还说他故意表现的节俭，就是为了测试我是不是真心的。阿杰坦言，一开始只是想试探小雅，但随着感情的深入，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爱上了这个坚强独立的大陆女孩。他本想在求婚时再揭晓真相，给小雅一个惊喜，但因为父亲生病，不得已提前带她回家。他跪在我面前道歉，说这4年来对我的爱都是真的，只是隐瞒了家境。他希望我能原谅他，和他结婚。小雅说，他父母也过来劝我，说阿杰从来没带过女朋友回家，可见是真的爱我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小雅完全不知所措。一方面，她确实爱阿杰这个人，欣赏他的为人和性格；另一方面，被欺骗了4年的感觉让她很受伤，也让她对自己和这段感情产生了怀疑。丽姐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如果我选择原谅他，继续这段感情，我怕别人会说我是贪图他的钱财，但如果就此分手，我又舍不得这份感情。小雅向我倾诉道，而且知道他其实是富二代后，我突然感到很自卑。我从小到大都生活在贫困中，和他们家完全是2个世界的人啊。小雅告诉我，回上海后，她一直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这段感情。阿杰每天都给她发信息、打电话，甚至亲自上门道歉，希望能挽回这段感情。他向小雅保证，如果她愿意原谅他，他会用一辈子来补偿这个谎言带来的伤害。丽姐，你说台湾人和大陆人的思维真的差这么多吗？他居然认为隐瞒家境是一种浪漫，是在保护我们的感情。小雅不解地问我，在我们大陆女孩看来，这不就是欺骗吗？听完小雅的故事，我陷入了沉思。确实，台湾和大陆在很多方面存在文化差异，包括对待金钱和消费的态度。小雅，首先我要说的是，台湾社会和大陆有很大不同。我告诉她，很多大陆人可能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早期的认知上，觉得台湾比大陆穷，但实际上，台湾的人均 GDP 长期以来都高于大陆，只是他们的消费观念和炫富文化与我们不同。
在台湾，低调务实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，即使是有钱人，也不太喜欢张扬显摆。他们可能开好车，住豪宅，但在日常生活中会非常节约，舍不得乱花钱。这与大陆部分地区的有钱就要显示出来的心态形成鲜明对比。我认识不少台湾朋友，他们家里很有钱，但平时穿着普通，吃饭也去普通餐厅，甚至坐公交车。我对小雅说，所以阿杰的行为一部分可能确实是受到台湾文化的影响，他可能不觉得自己的节俭有什么问题，因为即使在台湾，他可能也是这么生活的。但话说回来，隐瞒家境整整4年，特别是看到小雅为了家庭奔波辛苦时，仍不表明，这确实过了。无论文化差异如何，坦诚才是感情的基础。另外，我继续对小雅说，你们的成长环境和价值观确实有很大差异。你从小生活困难，把钱看得很重要，因为它关系到基本生存和尊严。而对于阿杰这样从小生活优渥的人来说，钱只是生活中很普通的一部分。他可能根本没意识到这种隐瞒对你造成的伤害有多深。我向小雅解释，在台湾社会，特别是中上阶层家庭，低调和内敛是一种美德。很多富二代都会被家里要求从基层做起，体验普通人的生活，这被认为是一种必要的历练。他们认为，财富是祖辈积累的结果，新一代要靠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，而不是靠家里的背景。台湾社会比大陆更早进入发达阶段，他们的财富观念已经从有钱就要显摆，进化到了低调才是真正的品味。我告诉小雅，在台湾，真正有钱的人往往生活得非常简朴，甚至连啃老都被视为一种耻辱。小雅听后若有所思，难怪阿杰一直强调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独立性，原来这是台湾人的价值观啊。但丽姐，即使如此，她也不该对我撒谎这么久啊。是的，这点我完全赞同。我说，无论文化差异多大，感情中最基本的诚信原则都不应该被打破。他或许可以不主动炫耀家境，但直接编造谎言就过分了。特别是在看到你为了家庭辛苦奔波的时候，小雅的童年经历给她留下了深深的自卑感。她告诉我，记得小时候因为家里穷，总是穿着捡来的2手衣服去学校，被同学嘲笑。上学路上，她会绕远路走，就为了不让同学看到她家破旧的房子。我永远记得初中那年，妈妈好不容易给我买了一双新鞋，结果被班上一个富家女孩嘲笑是地摊货。小雅眼眶泛红，从那以后，我就发誓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，让看不起我的人刮目相看。这种童年阴影让小雅对金钱和社会地位格外敏感。她不仅勤奋学习，还在大学时候打了3份工，就是为了能像其他同学一样享受一点小小的生活乐趣。毕业后，她拼命工作，一步步改善家里的条件，终于在去年帮父母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小房子。所以当我知道阿杰其实是富二代时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。小雅说，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同样的人，都是靠自己努力打拼，结果他只是在演戏，这让我感觉我们之间的共鸣都是假的。我理解小雅的感受，但也想让她看到事情的另一面。小雅，你想过没有，也许正是你这种坚韧不拔、自强不息的品质，才是真正打动阿杰的地方。我问道，在物质横流的社会，能遇到一个不为金钱所动的人，是多么难得啊！我告诉小雅，我接触过不少台湾的富家子弟，他们最怕的就是遇到那种只看重家境和金钱的伴侣。在台湾，拜金女是一个极其负面的标签，没人愿意和这样的人共度一生。阿杰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，他想确保你爱的是他这个人，而不是他的家产，只是他的方式确实欠妥，把这个测试进行得太久了。我说，小雅点点头，但随即又提出了另一个担忧，丽姐，就算我原谅他，我也担心融入不了他的家庭和社交圈啊。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大陆女孩，怎么可能融入台湾上流社会？这确实是个现实问题。两岸的文化差异加上阶层差异，会给小雅带来不小的挑战。但我也看到了希望。小雅，我猜阿杰的父母既然这么热情地接待你，应该已经对你有所了解，并且很认可了。我说，而且你别忘了，台湾社会比起大陆，其实更加包容和友善，他们不会像大陆某些人那样过分在意出身和背景。
我接着告诉小雅，在台湾，真正的上流社会讲究的是内涵和教养，而不是外在的光鲜。如果她能够保持自己的真诚和上进心，一定能赢得阿杰家人的尊重。再说了，你自己也说了，阿杰的父母人很好，也很感谢你这几年对阿杰的照顾。我笑着说，说明他们很欣赏你这个人，而不是在意你的家庭背景。小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也许你说的对，阿杰的妈妈确实对我很好，还特意学着做了几道北方菜迎接我，说是怕我想家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台湾人的贴心之处啊。我拍拍他的肩膀，他们家虽然有钱，但从这些小细节就能看出，他们并不是那种势利眼的人。不过，小雅的自卑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消除的，从小到大的贫困经历给她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，让她总觉得自己配不上好的生活。丽姐，说实话，我真的很怕自己配不上阿杰。小雅低着头说，我不懂他们家那些礼仪规矩，不了解他们的生意，甚至连台湾的一些习俗都不太懂。我怕我会让他在亲友面前丢脸。我看着眼前这个坚强又脆弱的姑娘，心里很是心疼。贫困带给一个人的伤害，远远不止物质上的匮乏，更多的是心理上的自卑和不安全感。小雅，我可以理解你的担忧，但你知道吗？正是你这种谦虚和上进的态度，才是最珍贵的品质。我说，礼仪可以学，习俗可以了解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关键是你有一颗真诚的心，这是任何家庭背景都给不了的。我还告诉小雅，其实很多台湾的上流家庭非常重视教育和内涵，而不是外在的光鲜。如果她能保持开放的心态，虚心学习，一定能够融入阿杰的家庭。而且别忘了，台湾和大陆同根同源，文化上有很多共通之处。我说，只要你保持真诚和尊重，语言和习俗的差异反而可能成为你们之间有趣的交流话题。小雅点点头，阿杰的妈妈确实说过，很喜欢我的朴实和懂事。她说，现在台湾很多年轻人都被宠坏了，不知道珍惜，这不就是了？我高兴地说，你的成长经历反而塑造了你坚韧、知足、感恩的性格，这恰恰是很多富家子弟缺乏的品质。通过几次交谈，我感觉小雅的心结正在一点点解开，但对于要不要继续这段感情，她仍然举棋不定。丽姐，我还有一个担忧。小雅欲言又止，如果我选择原谅阿杰，继续这段感情，我怕别人会说闲话，说我是贪图他的钱才和他在一起的。特别是我们公司的同事，他们都知道阿杰之前表现得很普通，这确实是个现实问题。在如今的社会风气下，大陆女孩和条件优越的台湾男生在一起，难免会招来一些闲言碎语。但我认为，真正的爱情不应该被这些外在因素所左右。小雅，你不需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。我认真地对她说，你知道自己爱的是阿杰这个人，而不是他的家产。4年来，你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这份感情的真挚是经得起考验的。我还提醒小雅，如果真的决定继续这段感情，她需要和阿杰好好沟通，让他明白隐瞒真相给他带来的伤害，以及今后两人之间需要建立起更加坦诚的沟通机制。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差异确实存在，但任何文化下，诚信都是感情的基础。我说，如果阿杰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并且真心悔改，这段感情还是值得继续的。小雅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问我，丽姐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择？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片刻。爱情是如此复杂，每个人的情况又各不相同，很难给出一个标准答案。但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还是想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。如果是我，我会看重这几点。第一，他4年来对你的好是真心实意的，不是装出来的。第二，他隐瞒家境的出发点虽然有问题，但动机并不是为了伤害你。第三，他在真相揭露后的态度是诚恳认错，而不是推卸责任。我说，如果这3点都成立，我觉得这段感情还是有救的。小雅点点头，阿杰确实一直对我很好，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，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和理解。他知道我的家庭情况后，从来没有嫌弃过我，反而更加体贴我，这就是了。我说，真正的爱情不是看你有多少钱，而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对方能否伸出援手。阿杰虽然在家庭背景上对你有所隐瞒，但他对你的关心和爱护是真实的。经过几天的思考，小雅终于做出了决定。
他约阿杰见面，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和感受。我告诉他，我很受伤，但我愿意给这段感情一次机会。小雅后来告诉我，不过我也明确表示，今后我们之间必须坦诚相待，不能再有任何隐瞒。阿杰激动地答应了小雅的条件，并向她保证，无论今后发生什么，他都会真诚地面对。他还邀请小雅在春节假期再次去台湾，好好了解她的家庭和生活环境。他还说，他尊重我的独立性，如果我不愿意依赖他的家庭背景，我们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。小雅说，她爱的就是我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，不希望我因为知道了他的家境就改变自己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为小雅感到高兴。阿杰的态度显示出他确实很珍视这段感情，也尊重小雅的感受和选择。小雅，你做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。我由衷地说，爱情本来就是需要彼此包容和理解的，而你们之间的感情经历了这次考验，可能会变得更加牢固。小雅笑了笑，丽姐，我想通了一点，其实这4年来，我爱上的就是阿杰这个人，是他的温柔、责任感和对我的理解。即使现在知道他家境优渥，也改变不了我对他的感情。而且，小雅补充道，我决定接受阿杰及其家庭背景的同时，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根。我的农村出身和艰苦经历塑造了今天的我，这是我的财富，而不是包袱。听着小雅的话，我感到非常欣慰。这个坚强的姑娘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自信，不再被自卑感所困扰。她懂得了接受爱的同时，也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。丽姐，我有个小小的计划。小雅的眼睛亮了起来。我打算利用自己在外贸方面的经验，帮助阿杰家的企业开拓大陆市场。这样，我就不只是依靠他，而是能够为这个家庭做出自己的贡献。我赞同的点点头，这是个很好的想法。你这样不仅能发挥自己的专长，还能更好地融入阿杰的家庭和事业。几个月后，小雅发来消息，告诉我她已经去台湾和阿杰一起生活了。她说，虽然刚开始确实有些不适应，但阿杰的家人都非常尊重她，并且很欣赏她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阿杰的爸爸说，我比他见过的所有台湾女孩都更懂得珍惜和感恩。小雅骄傲地说，他说正是我这种品质，才让阿杰如此珍视我们的感情。而更让小雅高兴的是，他帮助阿杰家的企业在大陆市场取得了不小的成功。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和经验，为公司开拓了几个重要客户，赢得了阿杰父亲的肯定和赞赏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。小雅在最新的消息中告诉我，爱情不是找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找一个愿意和你一起成长，共同面对生活的人。阿杰虽然出身优越，但他愿意理解我的处境和感受，也愿意为了我们的感情改变自己，这就够了。听到小雅的感悟，我感到非常欣慰。作为一个红娘，最幸福的莫过于看到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而且在爱情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成长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爱情中的坦诚固然重要，但理解和包容同样不可或缺。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文化差异、消费观念的不同，以及家庭背景的悬殊，都可能成为爱情的障碍。但只要双方愿意相互理解，共同成长，这些差异反而可能成为丰富两人关系的养分。同时，我也想告诉所有像小雅一样对自己出身感到自卑的姑娘们，你的价值不在于你来自哪里，而在于你是谁，以及你怎样对待身边的人。真正爱你的人会欣赏你的内在品质，而不是你的家庭背景或物质条件。最后，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，无论是富裕还是普通家庭，真诚和尊重都是维系感情的基础。只有建立在相互理解和信任基础上的爱情，才能经得起时间和现实的考验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希望小雅和阿杰的经历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困惑，或者想要分享自己的故事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